若发生战争，你需要的资产是什么？在这个充满变数的时代，全球局势瞬息万变，经济与战争的风险时刻相伴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我们该如何应对呢？大家好，我是小玄子。今天，美联储宣布降息2码，你是否在期待这一举动会对 Pi Network 的未来走势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？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个对未来金融市场可能产生深远影响的事件——美国降息，以及它对拍币价格的潜在启示。本期的主题将围绕这一话题展开，让我们从宏观经济大局出发，深入探讨这一现象对加密货币市场，特别是对 Pi Network 的影响。首先，我们来了解一下美联储的降息政策。大家都知道，美国联邦储备系统作为全球最有影响力的央行之一，常常以其货币政策来引导全球经济走向。而降息作为其工具之一，通常是为了刺激经济增长、降低资金成本，并促进市场流动性。这一举措往往会引起全球投资者的高度关注，尤其是在那些风险资产市场，例如加密货币市场中。毕竟，加密货币市场本来就被视为高风险高回报的领域，一旦全球流动性增加，投资者自然会更有可能将资金投入这些资产。那么，你可能会问，美国降息和拍币有什么直接关联？让我们一步步来分析。每次美国降息，全球市场上的资金成本会下降，这意味着投资者手中会有更多的资金可以配置到不同的资产，包括加密货币。降息会导致传统投资工具，如储蓄和债券的回报率下降，因此资本会转向风险更高、回报潜力更大的资产类别。而 Pi Network 这样的加密货币项目，或许会因为市场上流动性增加，而吸引更多投资者。毕竟之前视频说过，Pi 的参与人数本身就是项目最大的成功本钱。更重要的是 ，Pi Network 恰好在年底即将上主网，这与美联储的降息时机不谋而合。当拍币上主网时，它的价格将迎来第一次真正的市场考验。而美国降息很可能在这个时候为加密货币市场注入更多的资金，增加市场的投资热情。这对拍币来说是个良好的契机，可能会引发新国资本的涌入，甚至有可能吸引机构投资者的关注。这不仅为拍币创造了一个稳固的价格基础，还可能推动价格在短期内出现上涨。接着，让我们假设一个更极端的情境：如果今天爆发第3次世界大战呢？在这样的情境下，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将会受到巨大冲击。历史告诉我们，在动荡时期，通常有3种资产会被视为保值的硬通货，分别是黄金、土地和虚拟货币。黄金作为最古老的避险资产，凭借其物理稀缺性和全球公认的价值，几千年来一直是战乱与经济崩溃中的保值工具。土地则是另一种长期资产，因为它不仅稀缺，还能种植粮食，尤其在物资短缺的时候，成为生存的根本保障。但土地的局限性也很明显，特别是在战争或动荡时期，它的流动性和变现能力都很差。地主无法带着土地逃亡，只能等战争结束后再回来，并且还要看运气，是否能够重新获得土地的控制权。因此，土地虽然具备长期保值的特性，但短期内的变现和流动性远不如其他避险资产。再来看虚拟货币，虽然它是最近几十年才出现的新兴资产，但虚拟货币的去中心化特性、全球流通性和数字化优势，使它迅速成为现代经济中的新兴避险资产。尤其是在战争、经济崩溃或金融危机时期，虚拟货币的价值凸显。它不依赖任何单一国家或货币政策，能够实现资本的快速转移和保值。这是一个无法被其他资产轻易取代的优势。这里你可能会说，让我把资产换成黄金好了。这个想法确实不错，黄金在历史中已经多次证明它的保值能力。然而，我们需要现实一点考虑，假如你的国家真的陷入战争，当你随身携带黄金被他人发现，这可是非常危险的。黄金虽然保值，但它是一种实体资产，很难隐藏，一旦暴露，成为他人觊觎的目标是迟早的事。如果你能在战争中安全携带黄金走过战场，恐怕我真的佩服你的运气，甚至跟你姓都行。分析以上，这正是虚拟货币的优势所在。它没有实体，作为一种数字资产，能够安全地存储在手机、电脑或云端钱包中，不容易被肉眼识别。即使在极端情况下，虚拟货币的持有者也可以随时将资产转移到全球任何地方，不受国界和银行限制。这样的流动性和安全性是黄金或土地无法比拟的。再来看看 Pi Network 的社群力量。拍币的早期发展完全依靠社群力量，随着更多的节点上线，这个网络的去中心化属性进一步加强。当全球流动性增加时，会有更多的潜在参与者加入 Pi Network 的生态系统。美国降息带来的资金流入，或许会成为新一波矿工和支持者的催化剂，这将进一步扩大 Pi Network 的影响力。当资金容易获得时，人们自然会愿意投入更多的资源。
来挖掘未来的潜力项目。接着，让我们谈谈拍币短期价格的波动。当一个新兴市场面对流动性提升时，短期内的价格波动往往会更为剧烈。拍币尚未在主网上线，这意味着它仍处于预热阶段。一旦拍币上线主网，价格将面临第一次真正的市场检验。而美联储的降息政策可能正好在这个时期引发一波资本涌入，这将给拍币的初期价格带来支撑，甚至推动短期内的价格上涨。然而，任何风险资产的价格都是波动的，随着更多资本进入市场，也可能会出现短期内的过度炒作，这在加密货币市场中是常态。正如比特币在初期经历了多次暴涨暴跌一样，拍币也可能面临这种波动。对于那些已经持有大量拍币的人来说，美国降息带来的流动性增加，或许会为他们提供一个良好的退出时机。但从长远来看，我们还是要保持清醒。降息虽然促进了短期资本流动，但它并不能改变 Pi Network 的基础价值。拍币能否真正实现价值，还需要依赖于技术的持续发展、社群力量的支持以及在全球范围内的应用落地。换句话说，降息可能会在短期内推动拍币价格上升，但长远来看，拍的价值仍取决于它的技术实力和应用生态。最后，让我们来思考一下资本市场中的28法则。这条法则告诉我们，20%的人掌控了80%的资产。同样的道理可以套用到 Pi Network 未来的走势。随着拍币价格逐步上升，早期挖矿者可能会选择套现离场，这将导致更多的币集中到少数资本大佬手中。因此，坚定持有拍币的投资者，最终可能会受益于这一法则。只要他们能够耐心等待，而不是在价格波动中急于套现。总结来说，美联储降息2码对拍币的未来既带来机遇，也伴着挑战。短期内，降息会让市场有更多资金流入，推动拍币的价格上涨。但从长期来看，拍的价值还需要依赖自身的技术和应用。对于那些手持拍币的矿工和投资者，不妨再耐心等待，因为财富自由需要时间、耐心，还有对未来的信心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，记得点赞跟分享。如果你对拍币和全球金融市场的更多走势感兴趣，欢迎在留言区分享你的看法。我是小玄子，咱们下期再见。